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上期节目的内容，聊一聊为什么人的主体性不发达，是陷入迷信和非理性的根本原因。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谈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古今中外的许多迷信和狂热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推动。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现象，许多拥有高学历、掌握了复杂知识的专家学者，一旦离开专业领域，就会表现得非常无助和盲从，他们会轻易地被某种宏大叙事所吞噬，甚至在本专业的领域里，也会放弃自己应有的判断力。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的丰富无法掩盖主体性的贫困，因为他们的自我边界是模糊的，时刻处于被外界渗透的状态。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真正的理性思维不是能教育出来的，而是一个人追求自由个性的产物。它是在一个人的自我从混沌的集体表象中艰难地分离出来，并开始尝试去能动的、独立地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慢慢诞生出来的。但这里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主体性缺失的人往往并不认为自己是盲从的，相反，他们擅长把理性和科学变成一种防御机制，变成一套精密的铠甲，来包装自己那个脆弱、空洞的内核。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理性，一种没有自我的理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致力于消解、降解和还原自我的理性。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说到这种中国式理性，我想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见到这样一种人，把还原论奉为真理。当你跟谈论人的情感、尊严、独特性时，他会冷冷地告诉你，别矫情了，人不过就是一堆蛋白质和水分，你的爱情不过是多巴胺和催产素的化学反应，你的痛苦不过是神经递质的波动等等。再比如，当你想要追求某种非传统的理想时，他会甩出一堆大数据和统计规律，以此来劝你放弃。比如实现的人只有不到1%，你凭什么认为你是那个例外？你也只是一个没有特殊性的样本而已。再比如，很多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喜欢强调客观规律、历史必然性，比如认为在这个发展阶段，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是必然的，这是迈向更高阶段的代价。他们认为，这个客观规律是不需要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性来推动的，整个世界自然而然就会进入更高阶段的。中国社会非常流行这种看起来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然而这种理性却建立在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之上，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块无差别的白板，个人的内在因素是不重要的，没有意义的。另外，这种看似平静冷漠的理性背后，也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恐惧，那就是它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在一个个人意志很容易遭到外物否定的社会环境里，如果自己主动地杀死、贬低、解构掉自我，那么当这个自我被集体、权威或者命运所碾压时，当事人也不会感到痛苦，甚至还有一种解脱和豁达的快乐。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焦土政策，当事人得以提前回归一种平静的、不再有痛苦的死亡状态，并把这种状态合理化为一种高级的智慧。而基因、分子、统计规律、历史规律什么的，都只是在扮演那个代表毁灭力量和死亡的符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的精神就不能被否定，更不是说只要是一个人发自内心想做的，就一定是对的，而是说我们应当用精神来解释精神，要在精神的框架下去寻找支持或者否定的理由，而不是用一套外在的非精神的规律去直接宣布无效。我当然可以劝说另一个人不要做某件事，比如某位朋友不顾一切地想要辞去某个稳定的工作，去追求自己的艺术梦想，我可能也不认为这是个好的选择。然而这种劝说不应该仅仅基于统计规律和大数据，比如这个行业的平均收入很低，如何，这些东西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信息。
而且对方大概率也知道这些事实。用精神来解释精神，意味着我们首先应当无条件地承认和肯定那个最根本的精神需求，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去探讨那个表层的行为策略是否合理。比如这位朋友想要立刻辞职去当一个艺术家，这个策略的可行性未必很高，但当事人内心深处强烈的渴望能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作品，渴望被别人看见、承认，而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这种深层的动机是100%正当的，是绝对合理的。只有我们承认了这种精神需求的合理，接下来才能探讨具体的行为策略，探讨有没有其他更温和、渐进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说，这种用精神解释精神的模式，同样是一种理性，但与那种将死的理性不同的是，这种理性是建立在双方都拥有边界清晰的自我之上，因而它不会限制和吞噬一个人的自由，反而会扩大彼此的精神世界。但这种富有活力的理性，在中国社会似乎是很少见的。为什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容易被这种将死的知性所占据，而难以孕育出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理性？这就要回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概念——互渗率与集体表象。我们先来聊互渗率。互渗率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提出。他在研究原始思维时发现，原始人并不像现代人这样把我和世界、主观和客观分得那么清楚。在他们的世界里，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不可见的连接。所谓互渗率，就是一种主观与客观不分、人与物没有界限的思维模式。在互渗率的作用下，一个人不再相信逻辑和事实，而是相信万物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和渗透。一个拥有主体性的理性人，他的基本认知前提是，主观意愿不能代替客观事实。我想要下雨，天未必会下雨；我讨厌某个人，并不代表他就会遭遇不幸。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维就是典型的互渗率。比如，古人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其根源并非物理世界的变化，而是人世间秩序的失调。地震、洪水、日食，这些在现代人看来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在古人眼中却是上天对统治者施得的谴责和警告。在这里，人间的道德与自然的秩序被一条神秘的纽带紧紧捆绑，彼此渗透，相互感应。当然，这背后往往源于复杂的政治斗争，比如借自然灾害攻击政敌，但它得以成立的话语体系，其底层逻辑正是互渗率。再比如，中医看待人的5种脏器，心肝脾肺肾，并非将其视为解剖学的器官，更是认为它对应着金木水火土5种属性，以及喜怒思悲恐5种情绪。在这里，情绪、器官和自然元素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现代科学的因果链，而是一种象征性的互渗的联系。再比如，很多中国人相信吃啥补啥，认为吃了动物的腰子就能补肾。在这里，腰子的功能与人的身体健康被认为存在一种神秘的感应，吃掉它就能获得它的力量。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中无处不在，正如我们曾经所引用的王阳明的那句名言：天下有一家，中国有一人。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这说明中国文化并非不知道人与人的边界，以及人与物在物理形态上的区别，但它在价值上，在最高的精神追求上，是倾向于消解这种区别的。他认为，最高的智慧和德性，恰恰在于超越这种形骸之分，达到物我两忘、万物一体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清晰的自我边界被视为一种小人的局限性。当一种文化在最高层面推崇物我两忘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认识能力的障碍。因为它从根本上取消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使得对客观对象进行独立的、冷静的分析变得不可能，甚至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小人的行为。科学之所以可能，恰恰在于我们能把一个自然现象仅仅作为一个自然现象来对待，排除掉所有道德、情感和神秘主义的投射，纯粹的用因果、时空等范畴去分析它。
天人合一，万物互渗，听起来很浪漫，有一种审美价值。但在现实中，这种思维往往不会导向失意，而是导向歇斯底里的被害妄想。因为人类对灾难、风险和损失的关注度总是大于收益的。当一个人处于互渗的状态，认为外界的事物可以直接渗透进他的灵魂时，他最本能的反应不是要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而是要防止邪恶的入侵。这很容易导致了一种对纯洁性的无限追求，以及极度的保守和恐惧。因为主体没有独立自存的边界，所以一切外在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异族文化，对他来说都是神秘的，是一种能够支配他的精神的一己的威力。因此他对一切都处于无休止的恐惧之中。比如在义和团运动中，人们认为洋人的铁路破坏了风水，洋人的电线切断了地脉。这不是一种物理上的伤害，更是对中国文化的精神渗透。既然万物都是互渗的，那么使用了洋人的东西，比如火柴、铅笔，就等于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已经被洋人的邪恶精神所污染了，他就不再是纯洁的中国人，而是汉奸和叛徒，必须被肉体消灭才能净化集体。当然，中国社会今天也有这种思维，比如某些国产手机很习惯使用爱国营销，这背后同样是一种互渗率。它的本质是一个人自我边界的溃散。在这种状态下，主体无法从客体中抽离出来，像被一个巨大的黑洞吸住了，无法建立起独立的观察视角。正如黑格尔所说，清晰的思维必须是自为存在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你能把自己从周围的环境中拔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观察者去审视世界时，逻辑和理性才可能诞生。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始终处于一种对他物的依附和从属状态，那么他的思维就只能是一锅混杂着恐惧、欲望和幻想的浆糊。因为我们要观察清楚客体，总是需要定义一个独立的基点来撬动世界。主体需要从与世界的混沌一体中超脱出来，成为自为存在。而这个超脱出来的动作，在心智层面的体现就是抽象能力。比如在古希腊的数学产生之前，无论是古埃及还是巴比伦，数学更多是一种实用的记忆，它总是和具体的感性物质纠缠在一起，为了丈量尼罗河泛滥后的土地，为了计算谷仓的容积，为了记录交易的货品。那时的圆就是车轮、盘子，数就是羊群或士兵。数学思维没有脱离它所服务的具体对象。而古希腊人，特别是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和欧几里得，完成了一次惊人的飞跃。他们第一次开始追求纯粹的、抽象的数学。他们不再满足于研究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圆形物体，而是开始思考圆本身是什么。一个完美的，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只由一个点和半径这一定义所构成的纯粹理念。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会做一个西方哲学的系列视频，专门讲讲。如果我们用心理学的视角来审视互渗率，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它比较类似于边缘性人格组织，当事人无法整合对自己和对他人的看法。他们的内心世界是由分裂的、断裂的片段组成的。他们缺乏一种对自我和重要他人的整合感，因为没有连续和稳定的自我，所以外界的风吹草动都能直接穿透他的心智，变成他内部的剧痛。他难以区分外界的事件和内在的感受，对他来说，外部世界的动荡就是内部自我的崩塌。一个个脆弱、碎片化的自我，自然没有一个稳固的边界来区分我与非我。这恰恰是互渗率思维产生的心理基础。边缘性人格组织的个体容易使用投射性认同来实现互渗。在投射性认同中，个体不仅把自己无法忍受的部分，比如愤怒和无能，给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还会无意识地引诱，迫使对方像自己投射的那样去感受和行动，就好像自己的内心状态真的变成了对方的内在现实一样。此时，自己与他人的心理边界彻底模糊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许多人热衷于用还原论来消解自我？这本质上也是一种防御，也就是通过将充满不确定性的、活生生的自我还原为一堆无差别的、可被预测的物质，它得以逃避因自我边界不清而随时可能被坏客体入侵和吞噬的根本焦虑。总结一下，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从哲学和心理学的层面深入地探讨了这种互相渗透的精神状态。这样一种前现代的混沌的精神状态，究竟是通过何种现实的技术和手段被如此顽固地保存下来，甚至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地被复制和再生产的呢？这就要引出我们下期视频的核心概念——集体表象。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